我国第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近况如何了？最新照片给我们带来惊喜。为何说075舰还需要3种舰载机？提起我国的075型两栖攻击舰，首先我们知道这艘军舰的出现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其次，我国建造075舰的速度那是相当的快，目前前2艘075舰已经进入海试阶段，而第3艘075舰速度也相当快，从最新照片来看也是下水在即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第3艘075舰的新视角照片，从这张近距离的仰视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艘两栖攻击舰已经刷上了新漆，并且脚手架已经全部拆除，这说明这艘军舰安装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可能这几天就会下水。而目前曝光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有3艘，但我们知道这只是第一批次，未来我们肯定不止造3艘两栖攻击舰，因此当这艘075舰完成建造后，第2批次的075舰也将开启建造。根据网上的信息，目前075舰将会配置直8、直9、直19等舰载直升机。此外，我们最新进的通用直升机直20也推出舰载版，有很大概率会登上075舰。另外，各种无人机也将成为075舰的新成员。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出现，对于我国海军战力的革新无疑有着巨大帮助。不过，从目前这个配置来看，075舰能满足我们在东海与南海的需求，但对于我军要打造一支蓝海舰队来说，还有些稍显不足。当然，在两栖攻击舰方面，我们可以摸着美国过河，借鉴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发展。我们要发挥075舰最大战力的话，还需研发3种舰载机。首先就是一种重型的舰载直升机，类似于美军的 CH-53 种马。美军最新的 CH-53K 起飞重量为35吨，却可载重16吨，这对于给予远洋岛屿物资支援将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直20的最大载重量只有5吨，并不能满足未来我国远洋战略需求。其次，我们还需要能垂直或者是短距离起降的旋翼机，类似于美军的 V-22 旋翼机，利用 V-22 旋翼机起降的灵活性，美国海军陆战队能更加便利执行特战任务。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成为执行海外任务的主力，而我们要打造一支用于维护海外利益的海军陆战队，类似 V-22 旋翼机这样的装备也是不可缺少的。最后，如果需要我们075舰的战力进一步加强，还需要一款固定翼垂直起降战机。美军现在正在改造自己的两栖攻击舰，目前就是为了能搭载 F-35B 战机。同样的，像日本也在为了 F-35B 在改造自己的出云级。拥有垂直起降战机的两栖攻击舰将能瞬间转换成一艘轻型航母，那么其作战范围也将不仅局限于海岛。印度如今深陷困境，内有农民抗议疫情泛滥，外有贸易紧缩经济危机，但是一向乐观的印度人依旧不在乎，接着奏乐，接着舞。在1月26号举行阅兵仪式，不过也是在这场阅兵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调侃，失去了灵魂。据印媒《印度斯坦时报》在1月26号的消息，印度在当天的共和国日上的阅兵展示了军事力量、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的进步。不过，由于担心疫情传播，此次阅兵中可到现场观看的观众人数进行了限制，只有25000人。而整个阅兵的队伍上也进行了调整，取消了部分方阵，整体规模缩水一半。缩水就缩水吧，很多网友也不是真的冲着印度阅兵上看装备的意思去的。但遗憾的是，原本想着吃瓜看戏的网友，很快就发现印度人这一次居然把全球知名的摩托车环节给取消了，这让不少网友颇为遗憾，纷纷表示这完全失去了灵魂，没那味儿了。别看印媒对此次阅兵吹捧的那么厉害，号称展示军事力量这种秀肌肉的词儿，但是实际上印度能拿得出手的重点装备，要么是仍在测试，要么就是仍在建造，未来什么时候完工都没个影。
但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这些重点装备几乎全都是用模型代替。比如印度人自研的反坦克导弹毒蛇就是用黄色模型代替亮相。另外，印度自称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LCH也是用比例缩小版模型代替。必须吐槽一下的就是，这款直升机由印度著名的寡妇制造者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设计，印度空军和陆航兵的大量死亡数据基本就是由该公司负责制造。经常有人调侃，这可能是巴基斯坦的间谍公司。另外，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目的，新德里还在此次阅兵中把自己被俄罗斯坑了的航母维克拉玛蒂号模型搬了过来展示，以及另一款维克兰特号的模型也同样在队伍中。很有意思的是，或许是经常性的坠机事故影响到了印度人体验自信的愉快，或许是为了防止意外，此次阅兵中印度空军直接就禁飞了。国产的 LCA 光辉战机、俄罗斯的苏30 MKI 战机、法国的阵风战机、幻影2000等飞机全部换成模型。有观察人士调侃，也不知道印度人拿一堆模型展示，到底是怎么能和展示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展示模型建造能力，展示强大的国际装备采购能力吗？越南提出25年内成为发达国家，这现实吗？为何说越南的目标参考了中国？中美关系又为何是越南未来发展的关键？1月26号，在越南，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越南梦，即2025年成为工业现代化发展中国家，2030年成为工业发达中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2045年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越南给自己定下了25年内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这个与中国始终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真的能实现奇迹吗？上世纪80年代末，越南决定实行经济改革，开始大量吸引外资。实际上，越南经济改革的直接动力便来源于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很多政策基本上就是照搬中国。可以说，越南一直在紧跟中国的路线。而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大家也都能有目共睹。越南同样希望复刻中国奇迹。我国近年来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即在2035年实现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外界也将其解读为中国将在2035年成为发达国家。这样看的话，就不难理解越南的目标了吧？既然自己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10年，那么自己成为发达国家也比中国晚10年，不是非常合理吗？不过，这真的合理吗？越南在大量吸引外资同时，对外资企业的依赖远比中国要严重。我国就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早就有所投入，从而使得中国迈入科技大国的行列。很多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的名片。相比之下，越南依旧考虑的是承接他国低端产业转移，他们需要尽快走出这一步。越南始终不是中国，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难以替代性。随着近年来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越南也被认为将是承接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国家。相当于西方有意将发展红利倾向给越南，这也使得越南看见自己的最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何越南有信心制定出25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了。也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越南要融入发展，就必须应对中美关系。而似乎是为了承接产业转移而给西方纳投名状。越南在近年来也是有意配合美国在海域问题上针对中国。不过，越南人要考虑到，如果自己真的想成为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会允许。中美竞争的核心便是西方不希望出现一个非白人国家与他们争蛋糕，换作越南也是一样，除非越南像日本一样将国家控制权完全交给美国。可日本在经济腾飞的年代，不照样遭到美国毒手？作为有发展潜力的国家，越南是有创造经济奇迹的可能。现阶段，越南最需要做的就是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越南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中国，今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开始产业转移，中国与越南并非竞争关系，
两国市场拥有很强的互补性，就看越南自己会不会把握了。